好好吃哦，一定要来吃。杨小姐超爱吃葱油饼。大家好，欢迎回来洋洋的频道。台北12行政区，每一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风格。那我们走过了像是万华、北投，在上一集哦，还有松山。那这一次呢，我们来到了大同区。大同区有2个代表性的地方，像是大龙峒，还有大家熟悉的大稻埕。大稻埕这个名字是从早期晒稻谷的空地而来的，当年靠着淡水开港，这里就变成了台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茶叶跟布料的生意也都是从这里起家的，也留下了不少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那现在的大稻埕啊，老屋还在，古早味还在，庙宇也还在，但是多了一些新的咖啡厅、文创的一些商店，都很适合慢慢走、慢慢挖掘的一个新生活风景哦。来跟着我们逛逛一天的大稻埕，跟着我们去走走吧。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大稻埕的慈圣宫，就在这边。然后这座庙啊，从1866年就开始到现在了。我在它上面还看得到举人，还有同治年间。同治年间。但是大家来这边啊，除了拜拜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这边有很多的美食。这一条保安街，这里堪称是小吃的一级战区。短短的不到100公尺，就聚集了10几家人气摊贩，就像是一条户外的美食街。加上很多的蒜泥，然后吃起来味道的非常的好吃又够味。然后这个家呢是白种语言推荐的猪脚，所以我看到好多韩国人都来吃。周遭都是韩国的观光客。然后你如果喜欢吃肉多，你一定要点腿肉汤；或者你喜欢吃皮多一点呢，你可以点猪脚汤。那这边的菜单都很简单，就是你要吃干的面线或者是汤的面线，或是猪脚或是腿肉多一点，你就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可以去点。走在大稻埕的凉州街这里，你会发现到一个造型很特别的路桥，叫做平乐人行路桥，也有人叫它是郡城桥。它是在1968年由商人游俊成捐建的，主要是为了让太平国小还有永乐国小的小朋友们可以安全的过马路，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的一座桥。那原本在2014年的时候有拆除计划，但后来保留下来了，现在反而成为了街区的一个特别地标。而且很有趣的是，这一个桥啊，还曾经出现在5月天的突然很想你的 MV 里哦。你有看过的话，你应该会觉得很有熟悉感。茶也是我们之前在松山区富锦街的时候有介绍过，终于来到它的另外一间店喽。狼茶好可爱哦！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那个松山区富锦街的那一部。然后我上次买的茶到现在还没喝。最终是什么意思啊？是日本来的。它的红豆啊的甜度是我很喜欢的，它不是很甜的那一种，但是你可以吃得到淡淡的甜甜的豆香感。难怪他说一家有名的和果子啊，它一定要自己做红豆馅，才可以称得上是真的好的和果子专卖店。老绵城，
这个也是我们看观光局的地图介绍来的，它是专制手工灯笼的100年老店喽。老板娘已经是第3代了，然后店内挂着花灯、宫灯以及结合现代潮流的特色灯笼，使得传统美学可以与时俱进。红色好像比较喜气一点点，对不对？如果是都是红色的，那就红色咯。那就红色好了，谢谢。买了一个灯笼，风调雨顺。国外的人在买，对对对。哦，所以那个字都是你写的啊。哦。尾头你自己想象。哦。而且要静下来，因为我要照顾店，要杂事一大堆。真的，没有办法，我只会写字。你们很厉害嘞！这些已经110年的历史，老板娘是第3代。其实我觉得，就是迪化街这边还是刻意要有一个传统的意象，所以它连改装有没有？它其实都还是维持着那种旧建的建筑特色，红砖瓦这样子。这里的建筑真的很有特色哎！我现在来到的是迪化街10连栋，由10栋相连的红砖建筑组成的，仍然保留了早期店铺的一个建筑风格。然后现在有特色店家，还有一些文创商店，也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像是市集的活动哦。走吧。酒香感真的很浓哎！我刚刚看了一下，原来他推荐给我的是这一款中烘焙的尼加拉瓜米耶瑞意家族的日晒高度酒香处理法。我是喜欢喝咖啡，但是我对这种处理法我不太了解，所以如果你们有可以跟我分享的咖啡小知识，也可以跟我分享哦。这一款很好喝，乌龙茶咖啡，有喝得到乌龙茶，又喝到咖啡。但我觉得它们两个搭在一起，你可以自己来品尝看看，是好喝还是不好喝？很不像一家人。这一间叫做和心1947，是在台北市的迪化街1段223号。它是开业70年的一间老店，中式糕点铺。它是坚持以传统的手敲技法打造精致糕点，并依照节庆季节推出各式口味的松糕与流心酥等甜点，很有层次感哎，淡淡的枣泥香，
还有紫米。这家店的特色啊，都是糕点小小的，很适合这种边走边吃。糕点啊，特别设计成就是小小的，就是让你可以一次吃到很多种不同口味的，像是松糕啊，或者是栗子松糕这样子，不同口味的小甜点。我买到最后一个，它的那个青菜都是用咖喱汁有去泡过的，所以有咖喱的清香。里面也包的料就是像是一些红糟肉啊、豆皮，它的调味是属于比较清淡一点点的。像饼皮好好吃哦，饼皮是现做的。来都来了，你就来喝一杯吧，青草茶。大稻埕老街的经典小吃，它叫做永乐葱油饼。它原本是开在霞海城隍庙旁边的一个摊位，那现在它已经有自己的店面喽，感觉很好吃。好烫哦，好好吃哦。杨小姐超爱吃葱油饼。我很喜欢吃这种比较单纯口味的，就什么都不加，然后只吃到就吃到它饼皮，然后见到脆脆的这种口感。在永乐葱油饼旁边有一家张牛楼，这一间也是我的口袋名单，它是2025年的米其林的指南推荐哦。有吃过的人可以跟我分享。然后听说它就是卖红烧牛肉面，而且主要是由日本厨师像做拉面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的。店小二，我是老板，不是店小二，我是在算钱，进账多少钱？今天有没有10万？哇，10万两吗？小吃店叫做永乐蛋仔面，那它是日剧的《孤独的美食家》也曾经来这边拍摄哦。然后剧中有鸡肉饭跟小菜拼盘，它就是组成的叫做5郎套餐，你们有看过吗？就是《孤独美食家》，然后每次吃饭我都好想吃哦。它里面的经典台词，这个味道也太适合下饭了吧？这就是5郎的味道。我是毛利小5郎。来
来到的是分高沙咖啡馆的总店，它主打的就是台湾区的咖啡豆。那菜单有标明了咖啡豆的产地跟风味，也可以依照顾客的喜好客制化调整口感。那吧台也可以近距离欣赏到手冲的一个姿态哦。可以这样子，然后做一杯给你喝。我要在做实验，有可可的坚果香哎，然后因为它是做冰的，所以它其实就甜味是蛮清爽，这一支还蛮好喝的。台东太麻里，原来台湾产区的咖啡也蛮好喝的。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渭水驿站，馆内展示的是台湾民主运动先驱蒋渭水的生平与贡献，以及台湾民报和台湾文化协会的一些相关文物。这里很常举办一些活动与讲座，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大安医院的模型。兴建于1934年，它曾经是大稻埕茶商的经营据点，现在是茶文化的展示场所，然后展出早期茶叶加工厂的一个构造啊、器具及特色展，我们可以从中就可以了解大稻埕的茶叶文化喽。好像龙猫哦。好啊。我们经过这边，看到这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然后就马上被吸引了。这一间是一间小的独立书店，它名字叫做郭怡美书店。它很特别，是它是由创办人郭崇新，他是用他祖父的商号来命名。当年祖父啊，靠着卖砂糖，还有像是面粉，在迪化街闯出了名号，所以就拥有了这一栋洋楼，并且取名为郭怡美商行。那在当时可是声名大噪哦。那后来因为家族的变迁，他们
第2代把这一栋就是洋楼给卖掉了。那30多年之后啊，郭重新租下了这一栋老屋，把它变成了一栋书店，然后就让他们家族的故事就可以得以流传。看到他的介绍，就是说郭怡美书店的创办人看到发票上面打出郭怡美书店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好像跟祖父有了一种情感的连接。妹妹不看你，妹妹，妹妹。我们来到了这一间叫做高建桶店，然后它是将复古的阿嬷袋，就是像这样子的袋子，也就是台湾的 LV 变成了时尚单品，深受外国旅客喜爱。我刚刚沿路看到好多外国人就是提着一袋的这种台湾时尚单品。然后这边还有就是卖一些木质啊、竹编器具等多种的手工艺品，还蛮好逛的哦。买了一些。Stay a while, we'll slow it all the way back down. Time is still and there's nowhere to be. Birds are talking outside, giving space for the words we hold inside to come out. So stay a while, we'll slow it all the way back down. So stay a little longer, it's only getting warm. 鸡蛋糕小时候的回忆，好香哦！它里面是蛮绵密，它的蛋糕里面属于绵密厚实感，旁边煎的好焦脆哦。吃鸡蛋糕就是一定要吃旁边这种脆脆的部分。So stay a while and don't go, 'cause we got time, we'll slow it all the way back down. 我们又来啦！因为那一天没有吃到联合发油饭，就心心念念想说一定要来吃。这家联合发油饭超多人的，它是1894年就开业的老店，已经有100多年了耶！而且它油饭是每日现做，坚持用蒸笼，然后慢慢去蒸的，糯米再加上香菇啊，还有虾米，还有瘦肉等配料，咸香够味。我们来吃吃看吧。这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油饭，因为它的饭粒粒分明，但是它又不会让你觉得好黏，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那个酱料是咸香的刚刚好，我觉得蛮好吃的。果然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说它是全台北最好吃的油饭。对啊，也是郭台铭指定要的油饭店。如果那个孙子有蜜月，我们会买这个吧？哎，孙女是不是？孙女我不知道，是孙女还是孙子？孙子啊，都一样啦，男女都一样啦，只要是小宝贝都可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了一家就是十分有自己特色的一间咖啡厅，叫做烟花咖啡厅。那我先来念一下大家的评论。可是它其实在那个 Google 评论上面其实是
有4.8颗星，500多个评论哦。有一个人说我太喜欢这里的一切了，从服务，因为我独自一个人来，老板还特意过来跟我聊天，介绍详细了饮品等，到昏暗的氛围和装潢，一切都完美极了。他点了一杯乌龙茶加港式金酒，他们说这是特色饮品，他超爱。1天前他说，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有一个脱离繁忙的空间，适合跟好朋友聊聊天，吃个小甜点。然后装潢很复古，灯光很温暖，像是酝酿睡觉的气氛氛围的感觉，很让人放松。所以等一下进去会想要有放松到想睡觉了。然后这也是5颗星。然后第3个，他说老板很亲切，装潢气氛很好，5颗星。你进去喝喝看吧。走吧。感觉就是如果有鬼片的话会有没有？我被就底下到。星巴克出一款新冰乐，就是 Afragard， 好像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要查一下。Afragard 是一种意大利的甜点饮品，名字在意大利文的意思是淹没、冲入，来自 Afragard。然后主要的材料是1球香草冰淇淋，再加上热腾腾的浓缩咖啡。当浓缩咖啡倒在冰淇淋上的时候，冰淇淋会微微的融化，形成冷热交融、香气浓郁的口感。吃起来或是喝起来有点像甜点，又有点像咖啡饮品哦。日本糖粉，跟这个是奶油，冰冰的耶，可以加了。是日新筑字行，它是在台北市的太原路97巷的13号，然后它是保留了铸字的工法与活版印刷，是全台仅存的铸字行。来这边还可以自己选自己想要的文字，制成签字印章，是充满诚意的送礼选择。什么是签字？以前的没有电脑，都是用一个字一个字排出来才会看得到这些文字哦。我们进去看看。我会在这边待10分钟。来这里一定要挑一下，选一下。